家好，我是今天的客家饮食文化专家赖守成。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要从客家饮食文化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2道料理，一个是客家小炒，另外一个是鲜枣鸡汤。他们到底在客家饮食文化中有怎样的地位、严格与变化，以及我们想比较仔细探讨他们在客家文化底蕴以及相关历史发展中的相关背景。然后此外呢，我们也想特别知道，在农业时期，客家人对饮食他们有什么具备的重要性，比如说仙草，它在草药食补方面的一些关键特质，也让我们社会大众了解它在客家文化中，在跟现在跟过去可能以及甚至未来会有怎么样子的地位。最后，我们课程会从老炊谱来了解客家文化，特别它的文化的脉络，探究腌制食品以及跟客家经典料理在我们当代时代变迁下面，它有趣又有深度的内容。其实客家小炒原来在客家人的传统饮食里面其实就翻成中文就叫做炒肉。那其实原来更早之前，其实客家人整体的经济条件没有这么好，像现在这么好的时候，其实他就是通常是会把祭祀或拜拜剩下来的这个猪肉它其实当时都是珍贵的，会以简单烹调的快炒的方式提供给家里面的人来分享。在早期，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珍贵，通常是在重要庆典才会得到的食物。可是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自己整体国家的这个，特别是猪肉的消费量，随着社会整体的富裕慢慢在增加。那个时期呢，也刚好是我们的客家餐厅也开始比较多的在成长。所以大概那个时期开始就有更多的包括客家族群在内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叫做炒肉的这个产品在餐厅在自己家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其实慢慢的变成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被标准化了。标准化意思是指有大概大家会认定，如果要吃到客家小炒的话，里面可能要配鱿鱼豆干芹菜等等这一些类型。那当然它不一定得标准化来配这些东西，其实它可以随着自己的家里面状况或者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需求做出调整。只不过说大概90年代2000年客委会成立之后呢，大家就用这个方式去把它稍微标准化下来，固定下来。我们大概有一套比较明确的方式，指称客家的炒牛就变成叫做客家小炒。那也因为整体的流行跟大家的通俗的接受，所以基本上几乎进到每一家客家餐厅，从北部、中部到南部，甚至到东部，都可以点得到这道菜。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客家小炒在今天会盛行跟流行，也被大家广为知道的这个大概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